大家好，我是小 Lichi。平时生活当中啊，不论我们做包子、饺子或者大饼、面条，甚至面包，我们都离不开揉面这个过程。而揉面呢，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最终你面食是否能成功。很多人经常在揉面的过程当中弄得满手都是、满盆都是。那么今天咱们就来讲讲这个揉面的基本功，如何做到面光、盆光、手也光呢？我们先准备一部分的面粉，然后呢，切记，即便网上有人告诉你面和水的所谓黄金比例，也千万不要轻易的把面和水直接就混在一起，一定要少量逐次的加水，就像这样，一手搅拌，一手同时少量放水。一定要确保我们在搅拌的每一个过程当中呢，随便拿起一个面团，上面沾满了面糊，你看，表面有面粉的面团怎么着也不会粘在手上的，而盆上呢也只会粘上一些干面粉。另外要注意的就是加水尽量都加在中间，这样呢我们不断的搅拌，把边上的干面粉搅到中间来，这样做不至于刚加了水比较湿的面团直接就被粘在盆壁上了。你看，这样不断的加水，不断的搅拌，你会发现面呢不断的变成小面絮、小疙瘩。那么加水加到什么程度呢？通常来说，我们在之前准备的水啊和面大概是1斤面粉230克水的比例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在加水的过程当中，你要不断的观察。当你看到所有的面絮都变成小小面疙瘩，只有盆底有一点点干面粉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随便抓起个面团，感受一下是否是你需要的硬度。如果是，就可以停止了。技巧2就是要用拳头来压面，切记刚加完水的面团不要直接上手指去揉，一定要用拳头按压，要把它的水分啊充分的给挤压出来。有很多中间的面团啊都饱含水分，我们要把它的水给挤压出来，压到那些还没有吸足水的面粉当中去。接着呢，我们在不断的按压过程当中取一些小面团，把盆边的这些干面呢给它顺便擦下来，这样在你揉完之后就能做到盆光手也光啦。那么起初呢，我们会发现这个面团啊很硬很难揉，不要着急，当我们按压一会儿就会发现没有明显的干面疙瘩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把面呢放置在一边。天气暖和的时候放5分钟就可以了，天气冷放个10到15分钟。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面呢它突然就变得很柔软啦，这个时候再拿出来揉就不是那么费劲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换一个手法啦，要用手掌的根部去碾揉面团。我们把面团搓成这样的长条之后呢，一点点往前搓着碾揉。你可以用左手扶着，右手往前碾，碾完一遍回来继续碾，这样来回不断的碾啊，你就会发现面团被碾得越来越长了。碾得很长之后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把它折叠起来。为什么要用碾揉的方法呢？因为这样的方法能缩短手掌与案板之间面团的这个厚度，这样做呢，才能让这个面充分的在你的手掌之间被揉搓开来，揉匀。因为如果整面团来揉的话，很多面团中间的面实际上根本没有被揉到，也没有被揉开。那么用这个方法，你就会发现少量的面团一点点的揉，又省力气，而且效果还很好。面呢是越揉越软，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变得越来越劲道。很多没有掌握揉面技巧的朋友经常觉得揉面是个体力活，而且非常的累人，因此啊宁愿去买现成的面食品。其实呢，只要掌握了这些揉面的技巧啊，不停的变换姿势，揉面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。而且这面越揉越软，越揉越筋道，好像把你手上的劲儿传递给面一样，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成就感。那么面团揉到什么程度就可以了呢？标准来说，一定要揉到表面光滑，不过每个人对光滑的标准不太一样。那我再教你一招，这样就知道了。我们把面团揉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拿刀把它从中间切开，观察一下它的横切面，就一目了然了。如果横切面像这样还有少量的气泡，那很遗憾的告诉你，还得接着揉。你看我准备了一个光滑的面团和没揉好的面团，我们来对比一下它的横切面有什么样的区别。先切粗糙的面团，切开来看一下粗糙面团的横截面，横截面上充满了气泡，而且很不平整，坑坑洼洼的。我们再来看看揉制光滑的面团，横切面会是什么样呢？你看
切开一看啊，中间完全没有气泡，非常的紧实、平滑，而且均匀柔软。你看，同样含水量的面团做出来的效果不一样。这就好比我们做出来的面食，有的人蒸出来的馒头啊，像月球表面坑坑洼洼；有的人蒸出来的馒头呢，则非常的光滑诱人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实验，来看看分次少量加水对于揉面过程的重要性。我们准备一定量的面粉，凭手感倒入一定量的水。这像不像平时生活当中的你呢？感觉自己很专业，实际上啊，不是面多了就是水多了。搅拌起来发现水多了你会说不用担心，我们加点面粉就行了。 OK， 好，那我们添点面粉。这时候你已经发现盆边啊沾满了面糊糊，我们再加一些面粉吧。即便这个时候不断的搅拌，你也会发现面团的表面看似是干了，中间依然很稀。而且关键是这些表面的面粉啊，很难再融到面团中间去了，筷子也搅不动了，只能上手。这时候一上手，你就会发现盆上是面，手上是面，哪儿啊都是面，到处都是乱七八糟，基本上处于崩溃的状态。你看看对比图，你就明白少量分次加水的重要性了吧？接着小丽师再来给你示范一下如何揉软面团。我们刚才做了硬面团了，软面团的技巧呢有所不同，但相同的依然是要选择逐次少量加水，只不过次数可能增加一点。加水的过程啊，一定要有耐心，像我这样一点点加，一点点拌，一定要让面啊形成面絮的状态，不要形成完整的面疙瘩。那么你肯定要问了，软面团的这个水要加到什么程度才好呢？加到我们不断的搅拌，发现筷子可以把整个面凝固在一起了，变成完整的一个大面团，同时表面又干干的，不是太湿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停止加水了。不同于揉硬面团，技巧2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要竖直捶面。你看啊，一定要握成拳头，仅仅用拳头的一个面去捶打这个面团。起初你会发现拳头一旦沾上面粉很难拔起来，不过没关系，这个时候手上有点面真的没关系。看我们在不断的捶打过程当中，你就会发现这个面啊会稍微越来越硬了，也不像刚开始那样黏了。捶打着呢，我们就开始换下一个姿势，一边捶打一边顺时针提起你的拳头，像这样扭着劲儿去捶打这个面。你看我这个姿势像不像咱们厨师机的那个大钩子在揉面的过程？其实很像，就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，把你手上的面啊又都蹭回到面团上了，做到了手光盆也光。那么面光盆光手光，这个时候你手上可能还有少量的面，也是正常的。在接下来揉搓的过程当中啊，你会不断的去蹭盆边的面，同时也会不断的把手上的面蹭回到面团上，同时呢，这个面团也会变得越来越筋道，越来越光滑。那么最后揉的差不多了的时候，就把面静置5分钟，还是要让它稍微醒一醒。即便软面团很好揉，我们也还要让它上劲儿。这时候你看拳头只有少量的面，而手心一直握着，根本就非常干净，没有面。5分钟过后，我们把面拿出来，你看啊，已经非常不粘盆了。我们只要稍稍把面接起来，它就很彻底的和盆分离开了。所以这样做呢，就可以轻松的做到面光、盆光、手光。而且饱含水分的软面团呢，其实是更容易揉至表面光滑。这个时候我们把面团拿出来，放到案板上，继续去揉它，揉到光滑，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各种想做的面食啦。只要掌握了今天我教给你的几个揉面技巧啊，今后你也可以轻轻松松的就做出白白胖胖、光滑诱人的大包子、大馒头了。视频的最后做一个小小的技术总结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同时记得关注我的频道，查看更多有趣又健康的食谱哦。我是小力气，我们下期再见。